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松鼠 AI 董事长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涂磊涂老师，欢迎。好，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各位请看，我们结婚2年了，有一个可爱的宝宝，我对他百依百顺的，但是他现在变得对我很任性，总是挑剔我。他表面上看着挺老实，但他总爱骗我。刚结婚时对我承诺的天花乱坠，结果全都做不到。他总爱跟我翻旧账，小题大做。我是对他做过承诺，我现在也是一心一意的为我们的幸福努力奋斗。他就是甜言蜜语把我骗到手，然后就不珍惜了。我们现在的婚姻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我后悔这么早嫁给他。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赖26岁，来自重庆，汽车销售；女嘉宾小姚23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欢迎两位啊！今儿谁要来的？是我要来的。哦，后悔了是吧？就是我觉得刚开始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啊。但是我现在和他结婚了以后，我觉得他变了一个人，我觉得他不爱我了，有什么事情还瞒着我、骗着我，我就受不了这样，我不想和他过了。不想过了对吧？不想过了，把事儿说清楚。刚开始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说，他说我以后嫁给他了，他可以带我吃香的喝辣的，我啥都可以不用做，就当一个老板娘就行了，带我一路躺赢。可是现在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哦，这个就是你太天真了。他骗我。这怎么回事？你怎么故意骗人家呢？我也没有骗他嘛，就是他自认为是骗他，但是在我看来那个就不叫骗。你是跟人说这话了吗？我当时是说了这话，这不后面情况有变化吗？他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我特别受不了这种。就是之前他不是在开餐厅在重庆嘛，我是四川遂宁的，然后我有的时候去他那边待，有的时候在我们老家，然后就是两边待的那种嘛。然后那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他和他2个姐姐一起开的餐厅，有大姐和二姐，她们都是外地的，大姐是云南的，二姐是福建的。然后我就说大姐二姐这么远就是为了共同经营这个餐厅，怎么回去了呢？然后我就一直逼问他，他也不告诉我，我就特别生气，我就看他那个眼神，我就感觉心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餐厅被转出去了。我说天哪，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告诉我，你瞒着我干嘛呀？我特别受不了。餐厅是谁的呀？是我的，主持人。其实不是他说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个餐厅嘛，确实是我转出去了，但是她怀着孕嘛，我就怕她这个身体上有问题嘛，我就没有告诉她。那我就算怀着孕，你有什么你应该提前给我说呀？难道就是因为你餐厅不做了，我就觉得你没钱了，我不跟你过了？我是那么现实的女人吗？不是的，主持人，其实当时我也是为她着想嘛，我才这样，也不叫隐瞒吧，我就把事儿往后面再缓一缓，然后我后面我再告诉他是这样的。行吧，就是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妻子家里面有一个重大变故，对，这事儿确实做得不好对，但是我也怕他接受不了嘛。当时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情，我刚开始嫁给他的时候，他没买房子，他说餐厅资金需要用钱，我理解他，我就说现在暂时不买房子也行，以后有钱了咱们再买个大房子。可是后面又变了，那个时候我怀着孕嘛，然后婆婆天天照顾我，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我就想着，既然你餐厅不做了，你就把餐厅转让的钱拿到遂宁买一套房子，我想离我爸妈近一点。那不后面也给你买了房子了吗？房子是买了，可是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我就想要有一个新的房子。他说我们现在买个2手房嘛。他说你现在怀孕了，新的房子又要装修，还要晾甲醛，你搬进去也得好几年。这个我也妥协了，我也觉得没什么。我当时给他说了真实的情况的，说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他也答应了的。但是后来我们看上那套房子准备付钱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对我的？他说我要把那一部分的钱留给爸妈养老，我暂时拿一半出来，叫你爸妈拿一半出来。那我回去怎么给我爸妈说？本来我嫁给他都是裸婚，我啥都没有。因为这个餐厅嘛，是我还有我父母跟我姐姐他们一起开的嘛。那你就不能说这餐厅是你的呀？
对，是我们一起开的。就是后来餐厅倒闭了嘛，然后我就拿了一小部分钱就给我父母他们，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钱剩下的就拿到穗林，跟他一起在穗林买了房子嘛，就当时让他父母出了钱，可能他和他父母可能有一点不乐意吧，就觉得。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就是不喜欢他这样，有什么事情先给我说呀，你又答应我了，你又做不到，我就不喜欢这样。就因为这2件事要离婚吗？我就是过不下去，我受不了，真的是触犯了我的底线。他就是因为这2件事情嘛，他就一直的觉得我对他不真诚。然后自从我跟他到了穗林之后嘛，我觉得我的生活才是彻底的被改变了。餐厅倒闭了之后，我托朋友找了一个工作嘛，在重庆这边工作，然后他对我的态度就是他不希望我到重庆工作，他就会处处的为难我，他就专门针对我。我觉得我在家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地位了，我觉得特别的憋屈。你们现在在哪？他在哪工作不是工作呀？本来我们俩以前谈朋友都是异地恋，然后现在我说餐厅不做了，你就在穗林找一个销售工作也一样的啊，非得要待在重庆。现在照理在哪生活呀？现在我在重庆工作，但是我工作完了我要回穗林。那就回去呗。对啊，我也觉得没什么，就是他嘛就不乐意嘛。不，我之前还开着车嘛，就因为这事儿他不让我开车了。在穗林一样的上班，他要在重庆去上班，开车油费、过路费。接下来的事情，我觉得更过分了，对我。不是回家嘛，他非得让我给他按摩。就我之前就一直给他按摩，我也没有说什么。就一次我那天回家特别晚，然后他就说，哎，你今天晚上回来，你就必须给我按摩了。那当时我已经挺累了，也挺晚了时间，我就睡着了。他就把我给叫醒，他说你今天不给我按摩，我就不让你到屋里面睡。他叫我去沙发里面睡，我就心里想着。我这么晚回来，你还让我睡沙发？我叫你做什么，你都要做。现在结婚了就变了，你都累了。那我怀孕脚水肿，我让他给我按摩一下，有这么难吗？我的要求不过分啊，是他自己脾气怪，要去沙发睡的。我当时急着了，我就说，那你不给我按摩，你就去沙发上睡。这等于在孕期也可以理解。现在呢？对啊，主持人，我心里面特别的憋屈。人家怀孕嘛，你就得了就过了。就现在嘛，他就嫌我可能每个月的工资嘛就比较少嘛，他就觉得我现在一个人的能力不能支撑整个家。当时我们的孩子才5个月嘛，他就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他要出去工作，因为当时孩子还在母乳期间嘛。那个时候孩子特别需要母亲的照顾啊，那你作为母亲，你为什么要出去工作？你不给孩子喂奶呀？这件事情我也特别不能理解。这5个月就断奶了是吧？对啊。但是我看那个每个月做销售4、5千块钱，我刚怀了孕，我生了孩子，我也需要保养呀，孩子也需要尿不湿呀，这些都要用钱，我就要出去上班。你就去呗。我就是要去上班。去了吗？对啊，主持人，他上班是去了。但是他就为这事儿还跟我妈妈大吵了一架，他还把我妈妈给骂回老家了。你说这个事情，你要尊重长辈啊，对不对啊？那人家有的孩子生下来，人家没母乳的，人家还不是一样健康长大。他和妈妈就说：“哎呀，孩子还小，就要吃母乳，以后才健康。人家没母乳的，一样的不也健康长大了吗？”行，等于你跟你婆婆也打翻了，是这意思吧？对。我可以啊。那你们现在在他老家生活，跟丈母娘那边的关系怎么样啊？之前关系还不错，但是后面就因为一些小事情嘛，也慢慢的在变化。就还有一个事情，主持人，我觉得他现在出去上班就一点不为家里面着想了，就是他的心思完全就没有在家里面了。你说他出去上班吧，他平时他就是做舞队的嘛，然后他们舞队有一个领队的，然后那领队的是一个男的，3天2天的让他出去接活动啊，一去就是几天出差，接完活动不说，他不回家，而且还要在有时候特别晚的时候还要去酒吧里面坐一下，有时候甚至还会跟他们出去旅游，我就特别想不通了。主持人，我要解释一下，他就是不相信我，他怀疑我，他觉得我和我的那个男领队有一点什么。我们每次出去演出都不只是我们2个人单独的，我们都是3、4个人、4、5个人，几个姑娘一起的。那个男领队带领着我们，他不相信我，误会我，不理解我。但是就那一个普通的关系，能过生日送他一支口红吗？你说这个叫什么事儿？送支口红怎么啦？说明我们平时那个工作的关系处得还挺融洽嘛。这日子过的啊，我觉得特别委屈，主持人，就是我宁愿他在桂林本地嘛，出去跳跳舞没什么。比如说现在网络直播，对吧？这么多，你也可以选择网络直播。我受不了那些，我就不喜欢你跟那个男领导出去。那些男的在网上说那些，我听不惯，我不想做这个。我就喜欢跳舞，我要跳舞。
其实我的要求也特别简单，我就希望你不要跟那个蓝领队接触了，你其他这么多舞队你不可以选择吗？又涉及到妻子的职业方式和职业方向了啊。行，还有什么委屈都说出来，没关系。我觉得我太憋屈了，我感觉就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自从我来了他们这边过后，咋憋屈呢？就是不光是他要针对我嘛，就包括他妈妈，我觉得也在处处的在针对我，在为难我。因为我妈妈怎么针对你啊？当初你说没钱买房子的时候，我妈妈拿一半的钱，你说你给你妈妈养老，我妈妈还不是要养老？我妈妈拿一半的钱给我们买了房子，现在你又说她对你有意见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是这样的，是主持人，就因为就是从一些事儿吧，我就能感觉出来。比如你说一件事，我们听听啊。就是我平时就下班回家，有时候挺晚的吧，孩子可能睡觉就睡得比较早。然后我下班回到家之后，结果我那天回去，他妈妈居然告诉我，他说，哎，小赖，你就不要在里面睡觉吵到孩子。他说你去隔壁屋睡吧，隔壁屋有一个小铁架床，他让我下班回到那里睡。然后我心里面就想，我下班这么晚回家，我回家的意义在哪里啊？我回家的意义也不是想看一下孩子，看一下你们嘛。你让我去隔壁睡，然后早上我一早又去上班去了。那我回家还有什么意义嘛？我回家等于没回家呀，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他自己要选择在重庆上班的，然后他每天晚上回来又特别的晚，你知道吗？我弄着孩子几个月，孩子本来晚上就处于非常的清醒的状态，他那个回家那个门弄得那么响，孩子睡不好，我也睡不好。哎，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睡觉还要打呼噜，孩子睡不好，我也睡不好，我白天还要弄孩子呢。我也不是针对他。就在他们那儿工作不行啊？非得重庆啊？他因为一直他就针对我嘛，就是我也想在我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啊，因为我毕竟比较熟一点嘛。他就非要让我到遂宁找工作，但是他也给我找了工作，也不是没有找到嘛。我就先暂时在这边工作，他就不乐意了。哎，你心里有没有委屈啊？我心里特别委屈。你的委屈在什么呀？就是还有一件事情，我感觉我有一点接受不了。就是他母亲有时候会转发一些朋友圈啊、微信啊，就是大概的内容，就是说，哎，一个男人是怎样成功的，一个男人是怎样做一个好丈夫的这些之类的文章。他完了发文章不说，还会配上一些文字。那文字的大概内容就是说，一个成功的家庭背后就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男人，就是这样的道理。那我这明显不是在说我吗？因为我妈妈觉得肯定那句话给人带来正能量好呀，未必就是在说你呀，是你自己对号入座吧？我觉得。想太多了。对女生来说，婚后的生活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来自于财务的困难，是这样吗？对。听来听去，好像男生在婚后并没有在情感上疏离你，只是在经济上面，男方家里发生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变故，是这意思吧？还有就是欺骗我，有啥不给我商量。如果他盘店这件事儿跟你说了，其实你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对呀，你提前告诉我呀，说明我和你结了婚，我才在这个家里有地位呀。那现在你想怎么着呢？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过下去了。是真不想过还是？我以前想的，我本来现在才23岁，我又给他生了孩子，人家在外面玩，我去酒吧，他还说我就想我10月怀胎的时候，我那么辛苦那么累，我每天半夜睡几个小时，我真的心里面这些我不该给谁说。我现在才23岁，我这么小人家还在外面玩的时候，那我要给他生孩子，我现在嫁给他就这样了，我真的不满足现在的生活，就像女奴一样。哎，这个宝宝不是也是你的宝宝吗？是我的宝宝呀，可是我觉得和我想象的一切都改变完了，我不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所以你其实还是想回归到你那个姐妹圈去，是吧？也不是姐妹圈吧，我就觉得我既然嫁给你，也不是特别像你那种现实的人，你有什么给我说嘛？我就是想不通这些小事情。你能理解他心里那个点在哪儿吗？我能理解他，但是他特别的不能理解我。我其实也特别的委屈，自从我来到了他们这边之后，我就没有一天像人过的生活。我在他们家里面特别的没有地位。本来我一个男的，按道理来说，你们女方应该到我们这边来生活，结果反而我跟你到你那边去生活不说，我还特别的受委屈。你有啥委屈的？是他自己不愿意和我们沟通的。我和我妈妈都是在家里面，就是主持人，我说什么事儿都不能做主。
你知道吗？你什么事儿你要做主，不做主多轻松啊，让他们都做了，你听不就完了吗？他不喜欢沟通，有啥事都闷在心里，我就看不惯那个样子。有什么你说出来嘛，你别闷在心里面嘛。不是，那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怎么谈的呀？好沟通啊，那个闷着像什么嘛？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的呀？本来我们俩就是异地恋啊，然后又属于闪婚，在一起多久闪的呀？在一起接近1年吧，我们俩就结婚了。哦，然后就有娃是吧？对，然后我啥都没要，就这么白白的嫁给他了。哦，就裸婚呗。对。所以别一听这女生咋咋呼呼就觉得好像奔钱去的，啊，她的那个气愤点来自于家里面这么大的变故，我作为家里的女主人居然不知道，是这意思吧？核心是说我应该是做主的啊，我是女王啊，怎么女王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儿？相当于把我的一部分产业也给卖了，你是这么理解的对吧？对。啊，所以你会觉得正是因为这个东西让你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所以他是在骗你，对吗？对，欺骗我。男生的委屈来自于说我也不想这样，对吧？谁想生意不好，对吧？对。我碰到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理解我、体谅我。你现在天天还用这个事儿来刺激我，是这意思吧？对。而且你感觉不到在这个家庭里被尊重，对吗？对。难受。而女生现在是说，那我就得出去工作呀，我渴望自由啊，我不愿意被这样一个家庭拴住，对吧？对。行了，我要问的就是这么多，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姚，你为什么结婚啊？我当时就是啥都不懂，可能当时太单纯了，我就觉得他为人感觉还挺细心的。为什么你跟我说话这个态度，你面对他的时候是那个态度？你跟我说话特别温柔，你知道吗？气愤呐！啊，你看到他就来气是吗？啊，对，这就是问题。看不上这3个字，就脸上是藏不住的，你能感受到吗？对。这个对男人来说很痛嘛。经常有人问我，就是2个人收入差距太大或收入太低是不是问题？学历差距很大是不是问题？异地是不是问题？我后来跟他们说都不是问题。什么是问题？心态失衡是问题。你们2个人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对于你来说，以前你可能还能挣点钱，在这个家里面我是主要经济来源，所以我这个家我说了算啊，你很尊重我，你是依附于我身上的。现在啪没收入了，你顿时觉得你在他们家多余是吧？对。他们家人也没像以前那样依附着你，甚至有点看不上你，你的心态失衡了。对你来说也是，你是奔着当少奶奶去的，然后现在发现少奶奶梦碎，生活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这个时候心态也失衡。婚姻是有多种条件结合在一起之后，最后我们组成家庭，就是为了抵御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遇到的风险。现在你老公就是遇到了我们在人生里面的某一种风险，暂时失败了。这是人生里面几乎是每个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失衡究竟是为了什么？承诺是愿望，人生是现实。他留在重庆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保留某一种可能性，保留某一种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很可能有一天我还能再翻过身来，有可能我再能做一点什么事业，很可能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所以才要留在那边。但是当你遇到你丈夫碰到了人生的风险的时候，你直截了当表现出来的就是我看不上你，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做人最珍贵的，我认为2种人，一种是当男人在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女人是不离不弃的，不止不离不弃，还能够关注到他内心的情绪的变化。我觉得这种人是非常难得。还有一种就是男人在成功之后，还能时时刻刻对家人保持某一种谦卑的。我一直提到一个价值观，我们在家庭之内的权利是不是由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和在外面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个是以什么来衡量的？就是感情。如果你确实过不了这道坎，你就分吧。作为男人，你就有志气一点，别人看不上你就走。如果你还是觉得我就赌一口气，你们还可以商量出某一种模式，我们可以回到低谷的状况之下，我们的家庭应该怎么样和谐的走下去，这就是你们自己衡量的事儿。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沙大老师，我觉得小姚现在心飞了，就是23岁的女孩，然后已经生了孩子，当了妈妈，
在现在当今这个社会，23岁的女孩在干嘛？可能有的刚刚大学毕业，对不对？然后有的还在憧憬着要读研、要出国，然后可能有的还不知道对未来很迷茫的情况下，她已经其实把自己人生的重要的事情都完成了，结婚生孩子。所以她自己心里跟她同龄的这样的女生相比起来，她会有不甘。然后再加上她去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她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以后就是能够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结果，这样的梦全部破碎，她当然没办法接受。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现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什么？是她不接受现在这样不如她意的生活。这个要改变的话，除非是真的你马上东山再起，她才能够那个心态能够扭回来。你现在让她立刻把这个失衡的心态转变过来，我觉得挺难的。我们不说这个女孩太现实或者过于理想，我们就说她在这个年纪，她的这个理解程度，她对婚姻的这种的期望，她完全没有概念。而且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你的原因。你在娶她之前给她描绘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婚姻画卷，结果打开画卷一看，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让她觉得她不知道现在自己到底在干嘛。我要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得到。我想说的是，既然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到了他心扉的一个地步，我觉得不如暂且分开。我现在给他讲再多的道理没有用，这不是他要的生活。两个人受折磨，不如先暂时放下彼此。我只想跟女生说，也要好好想一想，这个男人对你来说在什么样的位置？你真的爱他吗？就是我想，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心疼他的，对吧？就会心疼他往返2个城市之间这样的奔波。如果你当初嫁给他，或者说在一起，只是因为他能够帮你实现那个梦想，而对于他这个人本身这个人没有多大的兴趣的话，那我觉得追逐你的梦想去吧。好，谢谢啊。好，谢谢赵老师。来，厉总，你说送个口红没什么，我送我们的副总总监们无数东西了。20年，我光手机送出去60多部，手表送出去20多部，我从来没给人送过口红。你敢说送口红没问题，对吗？就是你已经不尊重他了，理解吗？你出去赚钱，其实这点上我还是很佩服你的，你对吧？当机立断嘛，我要去，尽管对孩子是残忍了点，但是你自己是努力去赚的，没有说在家里边就哭着喊着打他，对不对？已经不错了。但是呢，你跟别人去旅游，对吧？不是。我的看法是，你们每个人应该选自己合适的人，你选一个看重你本身的人。你呢？你要看重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有潜力，他的人格吸引你。就像有一句话说，你要想嫁给一个将军，你先嫁给一个士兵，你看准了他以后能成为将军。我现在觉得你现在的老公不是，我觉得你们各自找合适的，放过对方吧。好，谢谢李总。来，涂老师，你是不是以前也有挺多追求者的？还是多吧。最开始跟他裸婚的时候，是不是身边也有很多人说你很勇敢，执着追求爱情的？有没有人这样说？有。所以其实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挺勇敢的？还好吧。觉得自己挺感动自己的。所以你才在舞台上会说，我不物质，我不是那么在乎钱的人。我要是那么在乎钱，我当初能够裸婚吗？是吧？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这种事儿你信吗？一般信。事实证明你就是信了嘛。还是有这种啊。他最开始的承诺跟你是怎么说的？说你以后跟我在一起躺着都能赢，是吧？就是跟着我在一起不用干活就可以每天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对不对？那请问你觉得他让你过这样的生活，你有什么价值？我啥都没有。你有。第一，我勇敢，我裸婚嫁给了你；第二，我漂亮，我放弃了其他人的追求，我跟你在一起，这就是我拿得出手的资本。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确实有点。但是，孩子那是2个人的孩子，不光是他1个人的孩子。勇敢、真诚，2个人都需要，那是本来就需要的，谈不上是资本。至于把容貌当资本，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是一个真正要投入到婚姻当中去的人，把容貌当成一种资本，请问你的容貌能保持多久？我为什么会现在还和颜悦色的跟你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认为你不是特别物质，你只是有点简单。想要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是所有女人的本能，但使自己的男人成功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本领。你没有这样的本领，你只会抱怨。事到如今，你是没有选择。这个社会上所有的分配方式都是按劳分配，你有付出，你就有收获，所以永远不要相信那种所谓的毒鸡汤。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哪种生活，没有哪种男人能够让你不劳而获。即便他现在没有亏空，他事业是成功的。即便你现在可以衣食无忧，你却天天要看人脸色。只有你有付出了，这才是公平的。他喜欢你的时候可以说我挣钱你花，但长此以往下去，他会认为这不公平。所以所有人对家庭都要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从来就没有什么躺着就能赢。其实呢，你也不坏，我觉得你就应该坚持自己的工作，做好一个母亲的责任。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还对他有爱，你也愿意接受，假若他将来就是爬不起来，就如此一个月挣个4、5千块钱的一个销售，那你就跟他继续下去。如果你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那你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你都得承担对孩子的抚养责任。他发起火来真的有点吓人的哈。对，你说你找一个你惹不起的人干什么？躺着就能赢，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躺着就能赢？赢谁呀？我当时也是想给他，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心是愿望，神是境界。愿望只是愿望，能力还是能力。其实与其说你好像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说我想要给你一个好的幸福生活，我是在跟你憧憬，对不对？但不如说你是在虚荣，你用一种虚荣的幻想来欺骗别人，到最后把自己也骗了。吹牛是要付出代价。说白了，你们2人都幼稚，但既然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咱们就面对现实，好好的问问自己要的是什么，对方给得了给不了，自己又能付出多少，谈清楚了，该散还是该合，咱们做一个清晰的判断。但不管怎么样，不亏待孩子算是成长的一种代价。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嫁一个人或者我娶一个什么人，我的命运就变了。但凡有这种想法的，基本都是错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种老板娘哈，你记住啊，饭店开得越大的，生意越好的，老板娘都得去端盘子的。老板娘不端盘子就是站在收银台的。没有一个老板娘说我躺在家里能挣了钱的，你放心好了，那不是开饭店的。这就是我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常识不对，这就是生活的阅历，他没有这个阅历他不知道，所以你不能说他到底是什么，不下这个定论，物质还是不物质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去考虑好吧。好，那么说到这儿以后，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这段婚姻还有没有努力的基础是你们要判断的。所谓努力的基础就是是不是有爱，那个恰恰是你们双方心里最清楚的。你想清楚，你也想清楚，坦诚是最重要的。来，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我觉得我俩认识也不容易的。其实我的想法有时候也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幸福的生活。我承认我以前是给你就是说大话嘛，然后就是现在我真心希望我们两个的生活状态能够回到以前的样子。我特别向往我们以前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才是最开心的，我们也共同经历了这么多，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我俩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是最好的。我本来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但是现在是这样，我真的想好好的再考虑一下。来，请亮灯。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请回。来，请关门。来看看这对年轻夫妻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解脱，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我爱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去是誓言。Marry me, my baby，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来，请亮灯啊！这，来。我其实就是一个细节哈，改变的想法。小伙子，如果你丈母娘是一个那么物质的人，或者你妻子是一个那么物质的人，他们怎么会在买房的时候还要他们拿出一半的钱呢？所以有时候要跟别人去深度沟通，不要靠自己的想象，回去好好沟通沟通，商量商量未来这个家庭应该怎么办。谢谢你们的到来，请回。谢谢两位。当我看着你的眼，我感受你给我的爱。希望带着各位老师的建议啊，这对小夫妻回家之后能够共同面对生活给出的一次考验，交出他们自己的答卷，愿他们幸福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下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你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还整天只想着吃喝玩乐，又伤身体又浪费钱？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每天工作压力那么大，劳逸结合一下怎么了？再说我现在还年轻，只是为了让生活丰富多彩一些。你不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自控能力吗？一玩起来就不管不顾，而且还总跟异性来往，我怎么能放心？你对我根本就不信任，当初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为什么现在就非要改变我？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白26岁，来自四川；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四川。有请。欢迎两位啊！在一起多久了？2年多了吧。2年多了，咋认识的？玩认识的。玩着认识的是吧？怎么现在人家玩就不行了呢？一开始嘛，我觉得男生追女孩子嘛，带她出去娱乐娱乐，喝喝酒啊。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正常的啊。但后来我觉得他停不下来了，他已经。什么叫停不下来了？他经常和朋友半夜3更才回来。我觉得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对吧？谁不出去娱乐娱乐呀？而且我跟我那些姐妹儿一起出去玩，我都是第一个走的，我第二天也有正常的按时上班啊。你是1周去4、5次？
哦，然后每次3、4点回来，他说他第一个走。我的天哪，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哈？对啊，他第2天还要上班，而且脏身体啊。哎，我特好奇啊，1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们这有个餐吧，我出去就偶尔请朋友吃饭什么的，也是因为我朋友他们来我们餐吧消费，带朋友来吃饭，就是为了我们餐吧。他除了玩，你说正常的和朋友玩啊，也就算了，他还去加别人微信。加谁微信？陌生人的微信，他都去加，隔壁桌的他都去加。那是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玩，就真心话大冒险，输了的人就要去做一件事儿。然后我朋友就说：“哎，那你要不去加旁边人的微信？”然后我愿赌服输嘛，我就加个微信，就当交个朋友，对吧？也没有聊天，也没有过度，对吧？我也没有约见什么的。经常这么玩是吧？也没有。加了微信，肯定男生就会心里面也不舒服了，对吧？啊。那我平时给他讲道理，他不听；给他讲一些新闻上的事情，他也不听。讲一些什么某某技术什么突破这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他讲的那些我又不喜欢，都讲一些什么新闻什么的，我就觉得我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想听。我其实也蛮尊重他的隐私的啊，比如说我不会偷看他手机，我们有一个约定就是。我们把手机都给交出来，对吧？我们相互看嘛，对吧？我给他看，结果他的手机里面的信息就全部都删掉了我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就是不想让他看，因为我朋友跟我讲的也是他自己的隐私，对吧？人家就讲，哎，你别跟别人说我不可能我来你看看我朋友怎么，那我不可能这样去讲，对吧？我就觉得没必要，你一个男生这么八卦干嘛？对，你的异性朋友多吗？多啊，我觉得男生相处起来就很简单，对吧？所以我异性可能会比同性多。那你不可以交点女性朋友吗？而且我的朋友他都认识我都会带他去吃饭什么的。他的朋友我都不认识了。你就陪他不就认识了吗？我要挣钱呀。对，一肚子苦水是吧？对啊，而且给他打电话有的时候不接我都真的受不了了。而且他出去玩，我自己在家我要做家务，偶尔分担一点给他，就是1个星期让他做1次吧、2次吧那种，他就扫地，把那垃圾往沙发上面扫，洗碗。那我也有做呀，但我不会第2天我还得洗一遍，你还不如不做呢，我全部都给你返工。你之前跟我刚谈恋爱的时候，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不用做呀？那是啊，那前提是我们都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我上班呀。对啊，我晚上也要去我们餐吧呀。但是你下了班你是去玩，而我在家做家务。那我从小在家，我爸妈也没让我做过呀。对，这是你爸妈的问题，找他爸妈投诉一下，能返厂修一下吗？您这产品不合格，就一个22岁的姑娘能大言不惭的说我不会做家务呀？一个4肢健全的、成熟的一个年轻姑娘，她不会做家务，这有问题啊，姑娘。我是这么认知的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会做家务，怎么会不会呢？你们接着说对不住了我觉得嘛，反而他还会天天来说我，说你什么？但我多用点纸我的浪费了水什么的，他每次就说我的比较多，而他就在那里做动嘴然后我就你这个我批评你我觉得你很愿意不是，你可以不做呀。我受不了了，我就受不了你。我就是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忘记关了，我就告诉他，只是想告诉他，提醒他一下，然后他就会想，哎呀，你怎么就说我的不好我就觉得我只是在提醒，对吧？我没有要说什么。他忘记关水，你不能去关一下吗？我关了，我就是告诉他你没有关水，你下次记得关。那就完了嘛，就正常情侣聊天嘛。行，你们规划过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吗？规划过呀。什么时候结婚这谈了有2、3年，2年多了是吗？其实我觉得我还不够稳定嘛，我觉得晚一点结婚，30、35都能接受但是他就挺好，他就那种给你想40岁再说，你这就让我就完全就接受不了了，我只是暂时就是考虑，也没有一定就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也就是说，女生现在还没考虑到要结婚这茬事儿，是吧？对啊，就谈着恋爱，对吧？对啊，没问题但他总得给我个希望吧？啥希望？我觉得至少得往结婚那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
对吧？他是在给你发展啊，你总得说，咱存个钱买个房啊，对吧？你存不就行了吗？他的想法，你是这么想的吧？对啊，我再存啊，但关键是存的钱，什么工资什么都给他拿去用了花了，他哪怕是拿去买个包啊，买个项链什么的啊，我觉得还是个物件儿，对吧？他拿去没有意义的吃喝上面啥都没。我就是不喜欢买那些东西啊！我觉得我请朋友吃饭，对吧？一起去玩，这当然也是一种投资。他们也会来我们餐吧玩，那也是为我们餐吧着想呀。啊，这个你们餐吧挣钱了吗？挣钱了呀。哦，挣的钱挣钱了。对呀。挣的钱也拿去用掉了，只能这样说。而且我觉得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啊！我觉得那些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社交，我觉得。真的，有的人他觉得哦，这个什么老板怎么样，然后哎呀，肯定能给我们带很多客源过来的，怎么？结果来还让他去签单，就这种社会上的这种，我跟他讲，他不听，他就真的很天真。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行，这个买卖的事儿咱们不在这儿聊啊，咱们这儿只聊情感，不聊买卖。女生的想法是。现阶段没有考虑跟这男生结婚这回事儿，是吧？对，只是谈个恋爱，对吧？对。但是你花他的存款哦？没有吧？那他说他存的钱都给你花了？是啊，我们投资。有大家一起都有在用吧？他经常也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徒步旅行啊什么的呀，几天都不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你喜欢户外徒步是吗？对啊，我觉得那才叫旅行嘛，看看真正的风景。他去就是大城市购物。他也不购物，其实他就是喜欢去拍照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叫他一起去，他不去，所以你们就是我们任何各个方面，我们玩不是代表我不玩，只是我们玩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就是感兴趣的东西也不一样，没有共同话题，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其他东西都能够接受，但这点我想法就是慢慢的逐渐的去改变他，但是他没有进步，我觉得。他就隔三差五好3天，他没有进步。所以今天你想来干嘛呢？我只是想让他做出一些改变，至少或者说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咱不能跟你这儿玩一辈子吧，对不对？女生怎么想的呀？我想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俩一起租房子住挺好的吧。然后我觉得买房子每个月还还房贷，对吧？就生活质量也降低了，我觉得没必要啊。我觉得现在这样。租房子住，然后平时省的钱也可以拿出去旅游，对吧？两人一起出去玩一玩，不挺好的呀？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呀？哦，没说买房子这事儿，是说你们俩感情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我现在就是暂时不想这么早啊，考虑这方面。啊，这就反正那他的身份是就男朋友呀。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异性朋友，对吧？但只是朋友。啊，明白了。就是你希望你的生活是相对自由的，对吧？对。你应该有你的朋友圈，有你的社交圈。对。然后你需要每周有个4、5天跟这些朋友出去应酬，对吧？但我现在好很多了吧？现在也没有经常。好，那你就夸大其词了。男生更多的是希望想跟女生找到一些共同点，然后往前走，对吧？对。女生好像在这方面的动力并不是很大。女生有自己对生活的一个规划，对吧？你刚才他说40岁以后才打算结婚是吗？那就有过这方面的想法吧，我就不想这么早结婚，因为我觉得身边有个玩得很好的姐妹嘛，那她就结婚的挺早，然后生了小孩，每天就工作上班啊，然后带小孩2点一线，就感觉平时叫她出来玩，她也不会出来，然后有时候出来也是就妆也没化，对吧？也没护肤，就感觉都活得不像自己啊，就觉得我觉得挺惨的啊，我就挺有感触，就不想这么早结婚。所以我刚才说就不做家务这件事儿，我真是觉得有问题，就是不会做，我真觉得有问题。做不做咱们单说啊，就不会做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这种思想观念我还挺欣赏的，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现代女性，我需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但是你需要有这种方式之后，你又找了一个男朋友。问题就出现了，你的男朋友不接受你想要的方式，你听听老师他们怎么帮你们，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前段时间我也听人讲故事，说就小两口，有一小孩2年级，
那个夫妻2个人天天去酒吧，每天晚上玩到1、2点，这不是老婆一个人去啊，她老公也去，就是跟我以前理解的那个家庭的想法和概念完全不同。而且他们觉得蹦迪不很正常吗？就是不能因为有了孩子我就不能蹦迪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尊重每个人的不同。你刚才说了很多话，我个人很认同你，你知道吗？我很认同你，但是我认同你是没用的。因为他不认同你，他是你女朋友，我不是你女朋友，是吧？所以这件问题就在于你说的话某一部分人认同，不代表你说的就是对的，因为对错的这个评判标准掌握在他的手里。这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尊重我们的情感的另一半，我们要不要去协调出一个我们之间的一个对错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3观合一的问题。很少有3观天生合一的人，我们最后都要磨合出一个合一的3观。你们天差地别，差得太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奉劝2位一句：选错了人要认，对于以前的美好要尊重，所以对于未来要多加思考。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珊娜老师。我问一下小刘，那个就是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呀？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挣很多钱，然后到处去玩。哦，那以你现在这样挥霍的这个程度，我觉得你这个目标挺难实现的。你知道，在你们2个人这段感情当中，你有很多的行为是越界的。就作为他的女朋友来讲，你的很多行为都是越界的。就是如果你是单身的情况下，你所有的种种1周4、5次酒吧这些行为，我们都不做任何的评判。但是如果你有一段稳定的感情，你承认这是你稳定的男朋友，你承认这是一段稳定的感情的时候，你这些做法都是越界的。为什么？评判越界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看你的这些行为有没有刺痛对方的心。有。你删微信，然后不顾他的感受，结识那些异性的朋友并加微信，然后聊天。如果你要是想要继续这一段稳定的感情，那你确实要改变你的种种行为。如果你说我没办法改变我的这些行为的话，那好，请你放过这个男生。否则的话，再下去就是对他万般的伤害了。因为他很明显是要有未来的，他是需要一个跟他有着共同成家一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做他的女朋友。而你现在又恰恰这些完全不是你要的，包括他。所以我觉得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咱就统一。就不能我又需要一个人时常一直陪在我身边，就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得出现，然后在我玩的时候你别出现啊，你别管我，你别打扰我啊。那你不是太自私了吗？对吧？不是什么想要都能得到的，咱得先付出吧。然后我觉得自尊自爱很重要，千万不要让其他异性给你贴上交际花这3个字的标签。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到头来就是你现在过度的放纵自己，最后会活得很失败的。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小刘，你那个参巴你是多少股份？我没有，就是我男朋友开的嘛，然后我有给他投，就相当于我投资他吧。是他开参巴？对。你投资他？就是他中途有就资金周转不过来吧，然后我又给他钱。多少钱？20几万吧。是这样的，我们参巴的话，是他借给我的钱，然后我自己也出了一部分钱，就是因为这个钱已经还给他，而且他挥霍掉了，所以我才来这个节目。我就是想让他开支少一点。多长时间？1年？2年吧。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如果你的男友他出去会别的女孩凌晨2点，说不定还给人买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反正你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嘛，你会怎么样？那肯定不行啊。不行？对啊。那为什么不行了呢？因为他跟我一起，就他没有家庭地位。只能你去凌晨跟人家那异性玩。他有时候跟他
异性朋友玩，我也没说什么，但一般他就会叫上我一起吧。你现在天天玩，你有没有觉得空虚？没有吧，因为我也有上班呀。不是，我是说你每次都是玩成那个样子，你有没有？因为我以前也玩酒吧嘛，你有时候玩完了就会有莫名其妙的空虚，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很少吧。还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你要等他，最少还得等5年以上。如果他现在空虚了，也许玩1、2年，他像你一样也能收心啊。但是像他这样子，就你要想清楚，你要不要再忍他5年？老李，你以前玩酒吧玩的多么的疯狂啊！这个是总结出来。对，我们是蹦猫铃笛的，就是6点再蹦一波啊。他蹦完就觉得，哎呀，真没意思。我后来就，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猫铃笛吗？就是他说的，他确实说的对，就蹦到3点是一场，3点再蹦到6点是一场，6点再蹦个猫铃笛。开的那么晚呢？陆琪学校的很多师哥啊，都从杭州那会儿坐火车就是坐火车去上海蹦迪，是吧？蹦完迪早上他们再坐火车回来。我同班有几个同学都这样。对啊，我没有去过，就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一个课程。所以你们不理解年轻人的生活，我能理解，但是我理解什么时候那会到头，因为人嘛，他都会这样。那他吃你有看到吗？有感觉到吗？理解吗？好自为之，我心疼你啊！来，听听涂老师怎么说啊？你那20万是哪来的？我家里面给的。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方式，你甭管你蹦迪蹦到多晚，你24小时蹦迪都是自己的选择。但问题是，你所有的这种生活都是靠着家里和别人的财力，你自己一次消费要消费掉半个月的工资，你花着家里和别人的钱。这不叫独立的生活，你还有什么好意思在这儿说你那种生活呢？就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如果说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自己挣钱自己花，那是一种独立，你这算什么呢？其实我不那么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很充实，我不觉得你不空虚，你是因为现在有一盏灯在那等着，这盏灯一撤，你蹦完迪回家没灯等着你，你就会觉得空虚。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有一样东西在那儿备着，所以你才不会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有多荒唐。但是当这些东西不备着的时候，你无家可归的时候，没有一盏灯为你点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你等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空虚。蹦迪偶尔的放松一下情绪，感受一下热烈的气氛，我觉得年轻人是可以的。但是天天在里面蹦，我想请问你在那蹦什么呢？想让自己长高一点？不，我就不明白，我是真的不太明白，就经常去的那些人是什么心态。如果只是想放松一下自己，一个月去个2、3次可以理解，去一次花掉半个月的工资，喝得醉醺醺，那是正常人过的生活吗？不仅是虚度时光，还坑别人，然后回家别人还要照顾你。所以一个女生，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为什么要活到这样的地步？别人内心会怎么评价你？所以我不觉得你们每天到那儿去是真正的去寻求快乐，你们是实在无聊。但是我相信，只要这个人一撤，当你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空洞的状态，你就会知道你那种生活有多无聊了。说句实在话，现在生活容易吗？生活真不容易。我们工作是为了养家的，所以我们就不明白，生活就是狂风骤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花尽了心力，我们可能都无法抵挡这些狂风骤雨，我们唯有不断的努力。而这些狂风骤雨打在我们这把破伞上的时候，只有彼此之间的爱情才是这把破伞的补丁。所以我就搞不明白我们时间都不够用，钱都不够用，你把钱花在醉生梦死，你把时间花在夜夜笙歌，然后把一份爱放在那儿等待。但没有关系，因为我看了一下，你还太年轻，你才22，咱们能不能醒一点？
我觉得说句实在话，你真的应该撤一撤。你得把你那些钱管紧一点，不是说自己挣的所有的钱都给自己的女人花，这就是爱她。如果你的挣的所有的钱拿给她去，是让她去浪费，让她去败，你这是在坑她。所以你应该把那些钱管紧。如果她为此跟你有疑义，你应该坚持自己的底线。很多男人爱一个女人，最后为什么爱得越来越失败，是因为他的底线被他的荒唐的行为给击穿了。明白吗？把那些钱控制好，是对你负责，也是对他负责。当然，我知道你内心愧疚，你觉得他当初从家里面借了20万给你，所以他现在无论怎么花你的钱，我都不能有太多的怨言，否则的话，我内心会不平衡。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第一，他借那20万给你是一种善意，但那20万不是他自己的。那只是借花献佛的举手之劳，值得感谢，但不值得让你为此而让他不断的荒唐挥霍。第二，不给他花钱不是舍不得给他，是不要让他继续荒唐下去，那是帮他。所以不要因为愧疚而坑死了一个人。虽然借了20万块钱，但你的腰不是低着的，你如果爱他，就应该对他严格一点。好，差不多行了啊，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就我们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只要不以牺牲别人为前提。如果你是一个单身，跟他没关系，你想怎么玩怎么玩。现在你恋爱了，就是2个人，你的行为是2个人互动的一个关系，这个就要考虑了啊。还有一个，我其实最不赞成的就是钱是不分的，就是恋爱期钱是不分的，因为经济独立非常重要，这个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我愿意给你花是我愿意给你花，你没有权利问我要。大概应该有这么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财富的观念才行。我们现在弄得一谈恋爱就很多东西全混在一起了哈，就跟其实不做家务一样。中国那句老话说的特好，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一个屋子你都打扫不好，你还能做什么大事情？肯定都一塌糊涂嘛。所以下面要考虑的就是那个问题，是不是合适？那个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带标签嘛，一说酒吧好像就是糜烂的，一说徒步就是健康的，其实并不是那样。我们知道活动本身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玩，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你们不如找各自喜欢的，跟各自能玩到一起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谈恋爱有一点特别重要，能玩到一起特别重要。生活是你们的，你们自己选择，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做出改变，我们共同的去努力，为了我们的目标，为了我们的生活去做，我一样愿意，我觉得事业、爱情，我不想去做选择，我都要，行吧？以后我会就努力去改一下，就我现在可能做不到像你说那样同步，但我以后会就尽量克制自己，就想要出去玩，就还是大家一起努力。但我希望你不是只是说说而已。来，请亮灯吧。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来，请关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看这2位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了，请开门。我爱你，还是会来的。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
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让我们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言。Marry me, my baby。来，请亮灯。来。姑娘得变啊！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啊。我每分每秒每人每一个我都比你多爱一点，只求永恒永垂，就算停止旋转时间，我的心不会变。所以你看，咱们听到好多细节，咱们是惊讶的。男生为什么会那么淡定的说这件事儿？因为他们就是在一起，曾经这么玩过来的，他们知道在那儿在做什么，大概的底线和尺度在哪儿。其实你要不了解，你早疯了。就是自己的女朋友说1周去4天酒吧，那你不疯掉？或者自己的男朋友说1周去5天酒吧，你根本觉得他不在一个恋爱状态。他为什么还能有这么3年持续的，还能忍受？就说明他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有网友提问说，我结婚7年，我老公是个特别孝顺的人，我婆婆又不喜欢我，最近还挑拨我和我老公的感情，在老公面前说我坏话，弄得我和老公大吵一架，这次还吵得特别厉害。现在我俩一直在冷战，我该怎么办？为什么结婚这么久，婆婆不喜欢你呢？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原因？那你说婆婆不喜欢你，我想势必你也不太喜欢婆婆吧？你觉得婆婆在挑拨你和老公之间的关系，那婆婆有没有觉得你也在挑拨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呢？所以不如趁着这一次闹僵，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去和婆婆和解，了解一下婆婆到底为什么不喜欢你。打开这个结，我想你和老公的矛盾也就随之而解决了。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